韩国军方有个灵异的未解之谜。越南战争期间，1972年1月7日凌晨1点39分，韩国军队接到一个诡异的求救信号，对方声音低沉沙哑，自称是6个月前阵亡的小队。可还没等问清地址，信号就在对方的哀嚎声中突然中断。军方找到小队唯一生还的士兵，士兵打满绷带，只留一张嘴呼吸，甚至已经6个月过去，他的双手还在流血。他很确信战友当时全都死了，上司怀疑士兵惊恐过度记错了，临时组建了一支搜救队，前往他们阵亡的罗密欧点救援。刚刚登岛，士兵们就开开心心拍了张合照。注意看，照片上有8个人，加上拍照者，一共9人。大家嘻嘻哈哈的，一点都没意识到他们即将走进地狱。小队走进一大片竹林，突然遭遇伏击，枪声十分密集。好在队长身经百战，迅速确定了竹林中只有一个伏击点。他举起火箭筒一发入魂，可大家冲过去一看，坑道里只有2具尸体，其中的男人已经死亡很久了。可仅凭这个姑娘，刚刚的火力怎么那么密集？姑娘带着一串银铃，看来只是个民女。队长带队继续走进丛林，很快就来到罗密欧点附近。这里有一块石碑，上面刻着罗密欧点的鬼神传说，最后一句话：双手染血者不归。吓唬谁呢？见多了死人的士兵哪信这个？还有人嚣张地冲石碑撒了泡尿。夜里，部队在荒凉的高地扎营，电台信号中断，一直联系不上总部。几个士兵去解手，家里做丧葬生意的风水哥说，这里风水不好，潮湿多雾，对死人和活人都不好。那对谁好？几个人背后一凉，咒骂了几句，赶紧归队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队长一觉醒来，昨晚怎么也联系不上的总部联系上了。队长报告坐标，无意中一抬头却傻眼了，眼前的荒原中，一座废弃大楼近在咫尺。小队冲进去搜索，大楼空无一人，他们决定把这里当基地，继续搜寻失踪者。路上风水哥去撒了泡尿，可尿完一回头，战友们呢？他在草丛里大声呼喊，可周围除了嗖嗖的风声，没有任何回应。背后一个人影闪过，风水哥追了上去。靠，别这么吓我行不行？风水哥气得不行，可不管他说什么，周围的战友就是一声不吭。但风水哥看清了，有人头盔上写着女儿等我。前面草丛再次传来动静，大家立刻趴下警戒。可当风水哥再站起来时，这帮人又不见了。等战友们再找到他，是一处废弃神庙。诡异的是，方圆10里无人居住的这里，居然有一炉烧了半截的香，看来烧香者刚走不久。但风水哥肯定自己躲进来后没人来过。副队长骂他吓傻了。风水哥为了证明自己，说自己看到了女儿等我的头盔。没想到一个老兵突然抱起，他说头盔的主人是他的好朋友，而这个朋友巧了，就是他们要找的失踪者之一。一队韩国士兵来传说闹鬼的罗密欧点搜索失踪者，没想到怪事儿是一桩接着一桩。入住废弃大楼当晚，来了一群美国士兵，这么晚来干嘛？ We can't operate the chopper in the daytime because of the fog. 美国士兵是来检查大楼电源，他们一脸惊讶，你们怎么会选这个鬼地方驻扎？原来20年前这里有一队法国士兵失踪，法军也派出了搜救队，可没多久搜救队也离奇失踪。队长不信邪，美国人只能祝他们好运，但他也再三强调，千万不要乱动他们放在2楼的东西，过几天他们还会再回来的。他们走后，通信兵报告说收到一个信号，说有一支法国军队就在附近。队长说扯淡，你会说法语吗？不会。那你怎么听懂的？哎，也对，大家以为是错觉没在意。正好通讯兵修好了一台破录音机，大家随着磁带的音乐欢快起舞。可没多久，音乐声却突然中断，磁带里传来惊恐的喊叫声，跟喊叫声一起的还有清晰可闻的银铃声。一群人被诡异的录音吓得睡不着。此时门外执勤的2人看到队里的新兵径直走进了荒原，怎么叫都叫不住，可能是着急上厕所吧。而睡不着的队长也来到窗前，一道闪电后，楼下出现了一个白衣女人，可再一闪，女人立马消失不见。是幻觉吗？队长没意识到，这将是他们人生中最后一个安静的夜晚。第二天一早，老兵慌慌张张报告，昨晚失踪的新兵彻夜未归。副队长咣当一脚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挨踹的老兵气鼓鼓的去抽烟，好像下雨了，老有水滴下来。他打开镜子，刚好落下一滴，可这哪里是雨，分明是雪。老兵一抬头，无数的血浆倾盆而下。吓坏了的2人这才看见，上面吊死的正是昨晚失踪的新兵，可能被敌人埋伏了。队长立刻想到了那半炉香，他们赶去神庙，果然又是一炉，一定是有人定期来上香。他们在香炉周围埋好地雷，然后跟总部请求支援。没想到上司问清死者后却破口大骂，什么鬼？上司让队长清点人数，队长说死了1个，还剩9个。上司又是大骂，
大家懵了，开始回忆新兵的长相。完蛋，真的没人记得他长啥样。有人想起来登岛时拍的那张照片，再看一眼，照片中8个人加上拍照者的确9人没错。可当时拍照者自己也想拍，就把相机交给了新兵，而这次的照片中却成了9个人。一帮人吓坏了，惶恐不安的睡去。暴雨中仿佛有什么在盯着队长，尽管雷声大作，队长却清晰地听到了银铃声。一道闪电，他又看到了那个白衣女人。他沿着银铃声跟了上去，跟到了一片草地，空荡荡的草地上只有一尊破旧的神像。可又是一道闪电划过，草地成了墓园，墓碑显示死者全都是法国人。而在暴雨中，队长终于捡到了那对银铃，跟他们刚进入竹林时伏击他们的姑娘手上的铃铛一模一样。队长疑神疑鬼地回到大楼，突然一声爆炸，是神庙方向的地雷，是装神弄鬼的人踩中了吗？可大家冲过去后却愣住了，踩中地雷的居然是自己人。原来他站岗时睡着了，醒来后却发现身边的人不认识，他以为遇见鬼了，想跑到神庙拜拜，却慌里慌张踩中了地雷。就在这时，队长在他身边发现一顶头盔，正是风水哥见过的写着女儿等我的那枚。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头盔上也别着那对银铃。搜救队兵分2路寻找失踪者，但队长的真实目的却是去找在竹林里袭击他们的姑娘，因为姑娘手上有破解谜题的关键银铃。可奇怪的是，他们沿路返回，已经找到了那块刻着染血者不归的石碑。可竹林呢？那么大一片竹林怎么不见了？找来找去，只有一片灌木丛。队长发现一具尸体，上前一查，吓了一跳，居然是第一晚来找过他们的美国士兵。但仔细看尸体，他们已经死了很久了。那来的人是谁？队长立刻下令返回大楼。而在反方向寻找的副队长这边，联系不上总部，也联系不上队长。可副队长却隐约感觉树林里有什么在偷看他们。他提枪追了过去，丝毫没意识到自己已经追进了竹林。等战友们赶到时，哪有什么竹林，只有一处悬崖。副队长不会出事了吧？几个人吓坏了，也决定返回大楼。穿过来时的河流，他们这才发现之前没注意，水下全都是死人。回到大楼后，队长立刻来到2楼。当时美国人搬进去很多东西，临走前也嘱咐过千万别动这些东西。可现在打开门一看，只有一部电台上蛛网密布，根本没有人来过的迹象。现在所有人都相信了闹鬼的传说，他们立刻跟总部联络，派直升机来救援。可总部却说夜里雾太大，明早才能赶到。没办法，坚持再坚持一晚。可就在这时，副队长回来了。队长让他报出姓名编号。事到如今，他只能用这种方法判断是人是鬼。副队长报了出来，大家长舒一口气。一个士兵扑通跪下，说太好了，我们能一起回去了。可就在这时，副队长嘴角一掉，掏出砍刀，手起刀落。乱枪之下，副队长也死了。但鬼呢？又上了谁的身？此时收音机自动播放，队长让剩下的人挨个报编号，大家都报了，只剩对着收音机出神的通信兵。是他吗？下一秒，通信兵转过身来，直接拔了手雷。队长立刻开枪射杀，一个士兵也冒着危险把手雷扔出窗外，自己却被炸瞎了眼睛。而另一名士兵也鬼笑着把枪口对准了战友，队长救之不及，只能疯狂地把他也打死。现在只剩队长和伤兵了，可鬼呢？这时身后铃铛声响起，队长捡起银铃，抬头一看，那个白衣女鬼终于来了。女鬼步步逼近，队长指挥伤兵对准自己，镜头从伤兵方向看向队长，却只有队长自己。而在队长眼中，女鬼笑了，声音尖锐无比。队长吓得闭紧双眼，一阵剧烈的疼痛后，队长睁开双眼，瞳孔中已经布满血丝，变得血红无比。此时的队长已被上身，原来只要看到鬼的就会被鬼上身，这也是为什么上一支失踪小队唯一的生还者也是双眼受伤。想通的队长立刻命令伤兵开枪，让他打死了自己，也结束了一切。第二天，总部的直升机赶到大楼，可这里干净明亮，根本不是昨晚的模样，更没有其他人的踪迹，甚至连尸体也不知所踪。但直升机离开后，蛛网密布的电台里又向总部发出求救信号，只不过这次的声音成了队长